113年过去了，人类终于第一次真正看清了泰坦尼克号沉没后的真实模样。4公里深的北大西洋海底，终年一片漆黑，海水温度只有2摄氏度左右。在这片冰冷而寂静的深渊中，静静躺着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艘沉船——泰坦尼克号。它原本应该成为大英帝国的骄傲，也是20世纪工程技术的象征，却最终变成了现代航海史上最著名的一场灾难。1912年4月14日深夜到15日凌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仅仅2小时40分钟后便沉入海底，超过1500人随船长眠，只留下几艘几乎冻僵乘客的救生艇，以及一道深深刻在人类集体记忆中的伤痕。113年过去了，这艘巨轮始终静静躺在3800米深的海底，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东南约325海里。整整1个世纪，它就像海底的幽灵，人们知道它在那里，却始终无法真正看见它。直到1985年，它的确切位置才终于被发现。而今天，借助最新的深海探测技术，人类终于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窥探这头沉睡100年的钢铁巨兽。这一次，我们将走进泰坦尼克号内部，看看那里究竟隐藏着什么，哪些船舱奇迹般保存至今，哪些地方早已消失不见，又有哪些物品仍静静躺在100年前的地毯上，仿佛主人只是刚刚离开。我们还将看到2024年和2025年最新深海考察带来的发现。借助超高精度3维扫描，人类第一次完整记录下泰坦尼克号的真实面貌，许多尘封100年的秘密也终于重新出现在世人眼前。不过，在正式进入这艘传奇巨轮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个问题：泰坦尼克号当年究竟是一艘怎样的船？它诞生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隶属于英国白星航运公司，全长269米，宽28米，从龙骨到最高甲板约53米。1911年下水时，它是当时人类建造过最大的移动物体，也是那个时代工业文明最耀眼的象征。船上安装了数千盏电灯、多部电梯和4根巨大的烟囱，其中3根真正用于排烟，第4根则只是为了让整艘船看起来更加宏伟壮观。对于头等舱乘客来说，泰坦尼克号不仅是一艘客轮，更像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5星级豪华酒店。船上拥有法式餐厅、巴黎风格咖啡馆、游泳池、健身房、室内壁球馆、摄影室、图书馆、电影院以及理发店。船上铺满了名贵地毯，摆放着古董家具，每天还有从伦敦运来的新鲜鲜花进行装饰。最昂贵的头等舱船票，按今天的价值计算，足以在一座大城市买下一套普通住宅。头等舱乘客中聚集着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物，包括梅西百货创始人伊西多·施特劳斯、实业家本杰明·古根海姆等社会名流。当然，3等舱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大多住着来自爱尔兰和东欧的移民，他们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踏上前往美国的旅程。他们住在4到8人的公共船舱，在公共餐厅用餐，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上层甲板活动。整艘船共有1317名乘客和908名船员，最终只有710人生还，其余的人都随着这艘巨轮沉入了海底。事实上，泰坦尼克号并不是完整沉没的，撞上冰山之后，它并非平稳下沉，而是在巨大的应力作用下，从中间断裂成了2截。当船尾几乎竖直翘起时，船体终于无法承受压力，钢铁龙骨瞬间断裂，整艘船被硬生生撕成2半，船头和船尾分别沉入海底，如今相距约600米，中间散落着一片巨大的残骸区，海床上遍布着数以千计从船上掉落的物品。相比之下，船头保存得相当完整，巨大的船体几乎保持着原来的轮廓，静静插入海底淤泥之中，仿佛不是沉没，而是被轻轻放在海床上。人们熟悉的那艘泰坦尼克号，电影里出现过无数次的巨大船首，如今依旧矗立在那里，只是早已布满锈迹，一根根锈柱像冰锥一样垂挂，在漆黑的深海中缓缓生长。而船尾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高速撞击海底时，巨大的冲击力几乎将整座船尾彻底摧毁，钢铁甲板层层坍塌，相互挤压，如今只剩下一堆严重扭曲变形的钢铁残骸，几乎看不出它曾经是一艘巨轮。可以说，如今留在海底的泰坦尼克号只剩下了一艘半船。那么，这艘传奇巨轮究竟是如何被发现的？事故发生后的44年里，没有人知道泰坦尼克号真正沉没的位置。期间，无数探险队尝试寻找，
却始终一无所获。毕竟，在4公里深的北大西洋海底寻找一艘沉船，无异于在茫茫沙漠中寻找一粒沙子。直到1985年9月，由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海洋学家罗伯特·巴拉德和法国水下研究中心的让·路易·米歇尔率领的法美联合考察队，终于找到了这艘失落73年的传奇巨轮。不过，还有一个长期鲜为人知的细节，罗伯特·巴拉德最初真正寻找的目标，其实并不是泰坦尼克号，而是20世纪60年代沉没在大西洋的2艘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和蝎子号。美国海军为这项任务提供了资金，只允许巴拉德在完成潜艇调查之后，利用剩下的12天时间寻找泰坦尼克号。也正是在这短短12天里，幸运终于降临了。他们先是在海底发现了一台巨大的蒸汽锅炉，随后又发现了那艘消失了73年的传奇巨轮。当第一张清晰的船首影像出现在科考船监视器上的那一刻，整个控制室瞬间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明白，他们眼前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一艘沉船残骸，而是一座埋葬着1500多条生命的海底墓地。从那以后，人类已经对泰坦尼克号进行了数千次探测。1986年，巴拉德再次搭乘亚特兰蒂斯2号科考船返回现场，并携带了阿尔文号深潜器以及小型水下机器人杰森2号。也正是在这次任务中，人类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泰坦尼克号内部。这台体积只比割草机稍大的机器人缓缓沿着那座著名的大楼梯下降，进入整艘船最豪华的区域。它拍摄到的画面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尽管已经在海底沉睡了70多年，船内许多房间竟然依然保存得令人难以置信。青铜吊灯仍悬挂在天花板上，木质护墙板依旧覆盖着墙壁，甚至还能看见部分木雕装饰和精美线条的痕迹。这一切几乎不可思议。通常情况下，木材在海水中几年就会腐烂殆尽，而泰坦尼克号内部的木质结构却因为深海低温、终年黑暗以及几乎没有氧气的环境，被奇迹般保存了下来。很多人都以为那座电影中经典的大楼梯至今仍完整保存在船内，事实上并非如此。就在泰坦尼克号开始沉没时，大量海水从顶部巨大的玻璃穹顶灌入，整座橡木楼梯很快被冲离原来的位置，翻转漂浮，最终彻底消失。如今，它原本所在的位置只剩下一条贯穿数层甲板的巨大垂直井道。1986年，水下机器人杰森2号正是沿着这条井道一路下降，最终抵达了 B 层甲板。那么，如今泰坦尼克号内部究竟还保留着什么？答案是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多。如果沿着船头一层层向下查看，大致可以看到这样的布局：最上层是舰桥、海图室以及军官舱。舰桥几乎已经完全消失，这里曾是船长爱德华·史密斯度过人生最后时刻的地方。由于属于木质上层建筑，如今几乎全部坍塌。不过，负责向机舱传递命令的金属车钟依然静静立在那里。最新扫描显示，其中一台车钟至今仍停留在全速倒车的位置，那正是史密斯船长发现冰山后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再往下一层，就是泰坦尼克号最具代表性的头等舱公共区域，这里拥有一座可同时容纳500多人用餐的豪华餐厅。如今只剩下几根立柱和零散的地板残骸，而那座著名的大楼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虽然已经消失，但它所在的巨大井道依旧基本保持完整。透过那个黑暗的空洞，人们仿佛还能想象100多年前那些身穿晚礼服的女士和身着燕尾服的绅士正沿着这里缓缓走下楼梯，前往盛大的晚宴。而整艘船所有房间中，最令人震撼的发现还在后面。接下来是整艘泰坦尼克号内部保存最完好的房间之一——土耳其浴室。这里原本是专门为头等舱乘客准备的豪华休息区，整体采用浓郁的东方风格设计，天花板装饰着星月图案，地面铺满彩色马赛克瓷砖，奢华程度丝毫不逊于当年的5星级酒店。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房间竟然几乎完整保存了下来。2005年，当探测器镜头首次进入这里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研究人员都震惊了。青铜装饰几乎完好无损，墙壁上的瓷砖依然牢牢镶嵌着，地面甚至还能看到精美拼花木地板残留的痕迹。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整艘泰坦尼克号保存最好的房间之一。原因其实很简单，土耳其浴室位于船体深处，被厚重的钢铁船壳层层包围，几乎与外界海流彻底隔绝。
因此幸运地躲过了海流冲刷和海洋生物的侵蚀。而头等舱客房则是另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泰坦尼克号一共拥有约350间头等舱客房，每一间都采用桃花心木、橡木和白蜡木等名贵木材打造，地面铺着东方风格地毯，墙壁上悬挂着油画和镜子，处处彰显着那个时代的极致奢华。当然，大部分装饰终究还是没能抵挡住时间，暴露在海水中的木材早已被深海微生物慢慢侵蚀，地毯化作沉积物，镜子掉落摔碎，只留下零散的遗迹。然而，仍有一些画面令人久久难忘。其中一间客房里，一个洗脸架依旧静静立在那里，上面的陶瓷脸盆和水壶仍摆放在原位，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另一间房里，一只孤零零的皮鞋静静躺在地板上。还有一间客房，一张黄铜床架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只是床垫早已消失不见。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物件，在无边黑暗的深海中，比任何豪华大厅都更令人动容。因为每一只鞋、每一张床、每一个脸盆背后，都曾属于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属于自己的最后时刻。相比之下，2等舱和3等舱保存的要差得多。这些区域位置更低，更接近吃水线，而且大量采用普通材料建造，因此损毁更加严重。不过，即便如此，依旧还能看到一些过去生活的痕迹。部分铁质双层床依然留在原地，搪瓷洗脸盆偶尔也能被发现，还有一些乘客来不及带走的私人物品静静散落在船舱各处。继续向下，就是整艘船最底层的区域，锅炉房和机舱。这里曾是泰坦尼克号真正的心脏，也是司炉工和工程师日夜工作的地方。令人意外的是，这里的保存状况反而比公共区域更好。原因很简单，这里几乎没有木材和织物，绝大部分结构都是钢铁，而钢铁在深海中的腐蚀速度远远慢于木质材料。泰坦尼克号历史上最令人敬佩的一幕也正发生在这里。根据幸存船员和司炉工的回忆，泰坦尼克号上的33名轮机工程师最终全部遇难，无一人生还。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维持发电机运转，让甲板上的乘客能够看清逃生方向，也让无线电操作员能够持续发出求救信号。而到了2024年和2025年，随着沉船最新3维数字扫描工作的完成，研究人员终于获得了这一历史记载几乎无可辩驳的证据。其中一台锅炉机组上的蒸汽阀门至今仍保持着开启状态，这意味着在沉船的最后时刻，工程师们一直没有关闭蒸汽供应，而是在持续向发电机输送动力，确保整艘船始终保持供电。他们几乎是在工作岗位上迎来了生命的终点，一直坚持到最后一秒。一位参与研究的专家曾说过一句话：真正的英雄并不是那些被世人熟知的头等舱名流，而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司炉工和工程师。他们的名字早已被遗忘，他们的面孔无人记得，但正是因为他们坚持到了最后，甲板上的上千名乘客才拥有了最后逃生的机会。而在泰坦尼克号周围还有另一处令人震撼的地方，那就是长达数公里的残骸区。当巨轮断裂沉没时，大量船体内部物品像洪水一样倾泻而出，最终散落在海床上。这片残骸带和无数乘客的私人物品覆盖了接近5平方公里的海底区域，如今这里更像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天空是3800米深海冰冷而漆黑的海水，这里散落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行李箱、鞋子，还有数不清的鞋子。事实上，鞋子是海底最常见的遗物之一，因为皮革中的鞣质不会像骨骼、木材或人体组织那样被深海细菌迅速分解，因此人们经常会在海底发现一双双并排摆放的鞋子，一只男靴，一只女鞋，静静躺在一起。这也许意味着当年曾有2个人倒在这里，只是他们的遗体早已被海洋生物吞噬殆尽。除此之外，海底还散落着成排的香槟瓶、葡萄酒瓶和矿泉水瓶，很多瓶塞直到今天依旧没有脱落，还有餐盘、瓷器、儿童玩具、怀表、眼镜、梳子、墨水瓶，甚至还有纸币，其中一些纸币被打捞上岸后，字迹依然能够辨认。而2024年考察任务中，还有一项令人震惊的新发现，研究人员意外找到了那尊失踪已久的青铜雕像凡尔赛的狄安娜，它高约2米，曾矗立在头等舱大厅中央，是船上极具代表性的装饰品。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大厅被彻底摧毁，
这尊雕像也随之坠入海底。整整112年，它一直静静躺在黑暗深渊之中，从未被发现。直到2024年考察任务的最后几个小时，也就是整个航次结束前的最后一天，研究人员才偶然在残骸区发现了它。如今，它依然静静躺在那里，从未被移动过。至于船上的保险箱，则是另一段传奇。泰坦尼克号专门设有保险库，用来存放头等舱乘客最贵重的财物，包括珠宝、现金以及各种有价证券。后来，不同的打捞团队先后从海底回收了数个保险箱，而每一次开启都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关注。1987年，一个法国打捞团队从海底打捞出其中一座保险箱，保险箱开启的过程甚至通过美国电视进行了现场直播，里面发现了纸币、金币以及珠宝首饰，引发了全球关注。据说，泰坦尼克号上曾运送着一件价值连城的珍宝——波斯诗人奥马尔·海亚姆的珍贵手稿《鲁拜集》。这部手稿采用奢华装帧，镶嵌着约1500克红宝石、祖母绿和绿松石。这件文物确实真实存在，并且在泰坦尼克号起航前不久曾在伦敦拍卖。许多人相信它最终随着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了海底，至今从未被发现。如果它真的还存在，那么此刻很可能正静静埋藏在残骸区的海底淤泥之中。一旦重见天日，势必会成为轰动全球的考古发现。不过，近年来关于泰坦尼克号最大的突破，并不是发现了什么宝藏，而是人类成功为它建立了一座完整的数字孪生模型。这项计划由麦哲伦公司、联合大西洋制作公司以及国家地理共同完成。2022年，研究团队用了整整6周时间，通过水下机器人拍摄了超过71.5万张高清照片，并采集了数百万个激光测量点，对整艘沉船进行了毫米级扫描。而整理和处理这些庞大的数据又花了将近2年时间。直到2025年4月，美国国家地理推出纪录片《泰坦尼克号：数字重生》，首次向外界公开了这项成果。如今，人类已经拥有了一艘与海底残骸几乎完全一致的数字版泰坦尼克号。科学家可以自由进入船体内部，查看每一块铆钉、每一片锈蚀、每一块瓷砖，任意放大任何细节，并以真实比例进行研究。这也意味着沉船研究正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正是借助这座数字孪生模型，研究人员发现了许多此前从未注意到的细节。除了那台依旧保持开启状态的蒸汽阀门之外，他们还发现船头躺在海底的角度与过去推测存在明显差异。这一发现帮助科学家进一步还原了泰坦尼克号沉没时的姿态。研究还显示，船体断裂时的倾角比过去认为的更加陡峭，也就是说，船尾最后翻转沉没的过程比詹姆斯·卡梅隆电影中呈现的更加突然。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在龙骨附近发现了一些此前未知的损伤，这些痕迹支持了另一种观点：撞击时，泰坦尼克号并不是被一整块巨大冰山划开，而是连续擦过了多块水下冰体，因此形成了一连串看似不大的裂口。新的船体分析进一步证实，冰山并没有撕开一条巨大的缺口，真正致命的是船体侧面出现了一系列狭长而精准分布的裂缝，总面积大约只有1到2平方米。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裂缝，让海水同时涌入6个水密舱，而泰坦尼克号的设计只能承受4个水密舱进水。从那一刻开始，它的命运其实就已经注定了。然而，更令人遗憾的是，泰坦尼克号并没有永远停留在那里，它此刻仍在不断消失，而且速度正在明显加快。真正摧毁它的并不是海流，也不是水压，而是一种活着的敌人。这种细菌名叫泰坦尼克盐单胞菌。2010年，加拿大科学家首次在泰坦尼克号残骸上发现了它，因此便以泰坦尼克号命名。这种细菌以铁为食，它们不断吞噬船体钢铁，在船身表面形成一根根像冰柱一样垂下来的锈柱。如果你看过泰坦尼克号残骸的照片，那些橙褐色像胡须一样挂满船体的锈柱，正是它们留下的痕迹。根据不同研究估算，这些细菌每天能够吞噬约100到200公斤钢铁。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微生物群落也在船体表面不断繁殖，共同侵蚀着这艘巨轮。就在2024年9月，对沉船遗址的一次最新考察中，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船头左舷一段长约5米的护栏脱落，掉进了海底淤泥。那正是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杰克和露丝站在船头高喊"我是世界之王"的那段经典护栏。
如今它已经永远消失了。它静静躺在船头下方的海底淤泥里，也成为泰坦尼克号不断崩塌的又一个象征。不少科学家预测，再过30到40年，船头主体可能会彻底坍塌。到了本世纪末，泰坦尼克号那道著名的轮廓可能只会变成海床上的一片锈痕和散落的铁片。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新的扫描，每一次新的下潜，每一张新的照片都成了无比珍贵的记录，因为它们记录的是我们可能永远失去的东西。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单独提出来，围绕泰坦尼克号的打捞争议已经持续了40多年。自从1985年发现沉船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是否可以从海底打捞这些遗物。一方面，有一家美国公司拥有打捞文物的权利，过去几十年里，他们已经打捞出超过5500件物品，其中很多如今都在世界各地的展览中展出。围绕泰坦尼克号的打捞行动，多年来始终伴随着激烈争议。支持打捞的人认为，散落在海底的文物终究会随着沉船一起消失，与其任由时间将它们彻底吞没，不如将它们保存进博物馆，留给未来的人们。但另一方则以发现泰坦尼克号的海洋学家罗伯特·巴拉德为代表，他和许多研究者始终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打捞。理由很简单，在他们眼中，泰坦尼克号既不是考古遗址，也不是寻宝地点，而是一座真正的海底墓地，从那里取走任何东西都无异于盗墓。巴拉德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不要触碰泰坦尼克号，也不要在它上面结婚。而后半句话并不是一句玩笑。2001年，一对美国情侣乘坐深潜器来到泰坦尼克号残骸旁，在船头举行了一场婚礼。这是英国一家商业公司策划的宣传活动，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对遇难者极大的不尊重。直到今天，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法律归属依然存在争议。它位于国际海域，理论上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泰坦尼克号遗址列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实际上，真正能够约束和保护这艘沉船的措施仍然十分有限。最后，还有一件事儿必须被反复提醒：泰坦尼克号不仅仅是一艘沉船，它更是一座海底墓地。关于遇难人数，各种统计略有差异，但普遍认为大约有1400至1520人永远留在了那里。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绝大多数遗体从未被找到，大海带走了他们，也再没有归还。所以当我们看到那座消失的大楼梯，看到残骸区静静摆放着的一双双鞋子时，请记住，那些画面记录的很可能就是某个人生命最后停留的位置。也正因为如此，包括罗伯特·巴拉德在内的许多科学家至今仍坚持认为，泰坦尼克号应该保持原样，不应再从海底带走任何遗物。那里是一座墓地，应当得到应有的安宁。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科考和拍摄，人类才能在沉船最终消失之前，至少留下它最完整的数字记忆。不过，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加沉重的结局。2023年6月，私人公司海洋之门运营的泰坦号深潜器在前往泰坦尼克号遗址的观光途中发生灾难性事故。在接近沉船时，耐压舱体瞬间失效，5名成员全部遇难。这是泰坦尼克号深潜旅游史上首次发生的重大事故。不少人将它视作一种残酷的警示，即使过去了100多年，泰坦尼克号依然在夺走靠近它的人们的生命，仿佛这艘巨轮始终拒绝被打扰，又或者它只是希望被安静地留在那里。经历了那场灾难，经历了无数人的离去，也经历了100年的孤独，它或许真的应该安息了。随着时间一年年流逝，它正缓缓沉入海底淤泥，变得越来越模糊，也越来越像海床本身的一部分。也许再过100年，甚至200年，人们熟悉的泰坦尼克号轮廓只会化作海底一片朦胧的阴影，只能被最灵敏的仪器捕捉。但至少现在，它依然存在，它依然会反射探照灯的光芒。它的甲板仿佛还记得那些乘客曾经走过的脚步，透过那些敞开的舷窗，我们仿佛仍能望见1912年4月那个夜晚，那个晚宴尚未结束，警报却已经响起的世界，那个随着人类历史上最美丽也最悲壮的一艘巨轮一同沉入深海的世界。